你是不是也曾经在某个睡不着的深夜，突然觉得心里空空的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最让你恐惧的，其实并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你从未真正的活过此时此刻。闭上眼睛想象一下，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1秒钟，你脑海里最放不下的，究竟是那个你引以为傲的社会头衔，还是那个从未被你好好正视过最真实的自己？有一部穿越千年的经卷，叫做《西藏度亡经》。这不仅是一张关于死后的秘密地图，它更是一面狠狠照进我们活人灵魂深处的镜子。这本书里有一句话最直击人心，它不是什么玄奥的神迹，而是一个让人瞬间窒息的真相，那就是死亡从来不是你以为的那回事。我们这一生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挣扎？是为了那永远嫌少的存款，还是为了那终将被遗忘的名声？佛家常说众生皆苦，而这种苦的底层逻辑其实就在于我们的执着。我们太害怕失去，害怕那个苦心经营的假我会彻底碎裂。我们就像是一个在沙漠中极度口渴的旅人，拼了命地追逐着远方的海市蜃楼，却不知道那只是一场绚丽的幻象。为了让你更明白这种执着到底是什么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自然法则。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里，当地的猎人有一种非常独特，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残忍的捕捉猴子的方法。他们不会用网子，也不会用陷阱，他们只需要准备一个口径很窄的坚固玻璃罐，把它牢牢地绑在大树的根部，然后在罐子里放一把猴子最爱吃的香甜的坚果。到了晚上，猴子闻到了香味，就会悄悄地溜下来。他把手伸进罐子里，一把抓住那把坚果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当猴子的手握成拳头时，他的手就再也拔不出那个狭窄的瓶口了。隔天清晨，猎人拿着棍子慢慢靠近，猴子吓坏了，他拼命地挣扎，急得吱吱乱叫，想要逃跑。但是无论他多么用力，只要他的手里还死死攥着那把坚果，他就被定在了原地，哪里也去不了。其实猴子随时都可以重获自由，只要他愿意松开手，放下那把坚果，他立刻就能逃回属于他的广阔森林。可是他舍不得，他舍不得手里的那点甜头，于是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猎人活捉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这只猴子很愚蠢？但请你静下心来想一想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那只握紧拳头的猴子呢？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吧，我们每天早出晚归，在职场上打拼，在人际关系里周旋，我们手里死死抓着的是那永远付不完的房贷，是想要比别人更好的面子，是那一点点可怜的社会地位，或者是某一段早就千疮百孔却又不甘心放手的感情。当疾病、意外甚至死亡像那个拿着棍子的猎人一样慢慢靠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感到无比的恐惧、焦虑和绝望。我们以为我们害怕的是生命的消亡，但其实你仔细往心里看，我们真正害怕的是手里的那把坚果没了。我们怕那套好不容易买下来的房子换了主人，我们怕银行户头里的数字变成一场空，我们怕别人不再叫我们某某董、某某总。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装修这个外在的杯子，去给自己贴满各种各样闪亮的标签，却忘了杯子里的水，那份纯粹的生命力才是我们本来的样子。你其实就是那个在生死边缘却还沉溺于感官欲望的赶路人。你怕的不是死亡，而是那个你苦心经营的假我要彻底碎裂了。我们不仅对外在的名利
与物质死死抓着不放。我们对身边亲密的人，对那些我们深爱的关系，同样充满了控制的执念。想想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，对待伴侣的态度，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是以爱的名义，不知不觉地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。我们希望孩子按照我们规划的路线去走，我们希望伴侣能完美符合我们的期待。一旦他们偏离了轨道，我们就会感到痛苦、愤怒，甚至觉得自己被背叛了。这就像是手里握着一把沙子，你握得越紧，沙子从指缝里流失的就越快。在古代的一座深山里，有一位老住持，他非常喜欢兰花，在寺院的院子里亲手栽种了一盆极其珍贵的白兰花。他每天悉心照料，浇水、除草，看着兰花一点一滴地长大，心里充满了喜悦。有一天，老住持必须下山去办事，出门前，他特别交代身边的小沙弥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这盆兰花。小沙弥知道这盆花对师父有多重要，所以照顾得格外小心。可是，就在住持下山的第二天，山里刮起了一阵罕见的狂风暴雨，狂风把摆在窗台上的白兰花狠狠地吹落到了地上，珍贵的花盆摔得粉碎，那株美丽的兰花也折断了枝叶，沾满了泥水。小沙弥吓得躲在房间里哭了一整夜，心想等师父回来，一定会面临严厉的责罚。几天后，老住持回来了，小沙弥跪在地上，哭着把摔碎的兰花捧给师父看，准备迎接师父的怒火。没想到，老住持看着那株枯萎的兰花，脸上没有一丝愤怒，他平静地把小沙弥扶了起来，温柔地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：“孩子，我当初种这盆兰花是为了在心里收获一份喜悦，而不是为了在今天收获一份愤怒的。”这句话轻轻的却又重重地敲击着我们的心灵。这就是佛家常说的不执着于相。老住持深深地爱着那盆花，但他明白花开花落，缘聚缘散，这都是世间的规律。他享受了种花过程中的快乐，但当无常降临，当这盆花注定要离开他的时候，他选择了松手。爱不是要把对方紧紧地拴在身边，而是允许对方以他们本来的面目存在。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能从那些令人窒息的关系中解脱出来。你会发现，真正的爱不是占有，而是一种如风一般自由的流淌。我们刚才聊了对外在物质与名利的执着，也聊了对关系的控制，但其实这世间还有一种更深更痛的执着，那就是对失去的执着。面对生老病死，面对挚爱的离开，我们总觉得那种痛会把人活生生的撕裂。曾经有一个年轻人，因为遭遇了人生的重大变故，失去了他最爱的人，他痛不欲生，觉得自己的世界彻底崩塌了。他跌跌撞撞地来到一座古老的寺院，跪在老禅师的面前，哭着问：“师父，我心里太苦了，这份苦我真的熬不过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”老禅师看着他，没有讲什么高深的大道理，他只是默默地转身，抓了一把盐，放进一个装满水的水杯里，然后递给年轻人说：“喝一口。”年轻人喝了一口，眉头立刻皱在了一起，痛苦地说：“好苦，好咸。”禅师点点头，又抓起同样分量的一大把盐，带着年轻人走到寺院后方，那里有一座平静而宽广的湖泊。禅师把手里的盐全部洒进了清澈的湖水里，接着禅师指着湖面说：“现在你再捧一口湖水喝喝看。”年轻人举起一口湖水喝了下去。禅师问：“这次的味道怎么样？还有盐的苦味吗？”年轻人摇摇头说：“
没有，只有湖水的甘甜。禅师看着他的眼睛，温柔地说：孩子，生命中的痛苦就像这把盐，它的分量是固定的，不多也不少，但是你感受到的痛苦有多深，完全取决于你把这把盐放在了哪里。听完这个故事，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有些触动？回想一下，当我们面对亲人的离世、感情的背叛，或是人生的重挫时，我们之所以觉得痛彻心扉，觉得快要活不下去了，是因为在那个当下，我们的心量就只有一个玻璃杯那么大。佛家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，叫做缘起性空。什么意思呢？世间万物，包括我们所有的相遇和离别，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缘尽了就自然散去，这一切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。当你死死地盯着那份失去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狭小的杯子里，那份苦当然会浓烈地让你窒息。但如果你能明白，所有的离别都只是生命这座大湖里一朵短暂泛起的浪花，浪花虽然消失了，但大海本身从未减少过半分，痛苦本身是不会改变的，但你可以改变盛装痛苦的容器。当你不再把那个受伤的小我当成全世界，当你把心胸扩大，去接受世间的无常，去感受生命的广阔，你的心就会从一个狭小的玻璃杯变成一座平静而深邃的湖泊。那时候，再大的苦难落进去，也激不起一丝苦涩，只会化为生命的包容与平静。可是，我们的心量狭小，不仅仅体现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失去，更体现在我们对过去的悔恨与自责里。我们很多人每天都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在走路，那个包袱里装满了我们过去犯下的错误、做过的蠢事，以及那些永远无法挽回的遗憾。我们常常在深夜里反复折磨自己，心想，如果当时我没有说那句话就好了，如果当时我做了另一个选择，现在的一切是不是都会不一样？有一个经常在沙漠里行走的西域商人，花了大半辈子的积蓄，买到了一个极其精美的青花瓷花瓶。他非常宝贝这个花瓶，每天都小心翼翼地把它装在骆驼背上的木箱里。有一天，商队在穿越一片危险的峡谷时，骆驼突然踩到了一块松动的石头，猛地踉跄了一下，只听见清脆的碎裂声，那个装着青花瓷的木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其他的商人都吓坏了，赶紧跑过去看。打开箱子一看，那个价值连城的花瓶已经摔成了无数的碎片，再也拼不回来了。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商人会崩溃大哭，会捶胸顿足。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这个商人只是平静地看了一眼箱子里的碎片，然后转过身，牵起骆驼，继续往前走，连头都没有回一下。旁边的人很不解，追上去问他，你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买的花瓶摔碎了，你怎么连一滴眼泪都没流，甚至都不回头多看一眼呢？商人的回答充满了无比的智慧。他说，它已经碎了，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，就算我站在那里哭上3天3夜，看上1000遍1万遍，它也不会重新变成一个完整的花瓶。如果我一直回头看着那堆碎片，我不仅挽回不了过去，还会因为分心，在接下来的路途上再次摔跤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看着前方的路，继续往前走。这就是对于过去最通透的态度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地无法挽回的碎瓷片，那些破碎的感情，那些失败的投资，那些错过的机会，你可以为他们悲伤，这很正常，但你绝对不能允许自己永远停留在那些碎片旁边，寸步不行。放下过去，并不是要你假装那些事情没有发生过，
而是你选择不再让过去的错误继续绑架你现在的人生。当你选择原谅那个曾经不完美的自己，当你选择把目光从背后的阴影转向前方初升的太阳时，你就真正实践了佛法中的活在当下。我们刚刚说了放下外在的物质，说了扩大心量，说了原谅过去。但也许你会问，那如果我真的把这些世俗的标签、财富和执念都放下了，我会不会变得一无所有？并不是这样的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想给你讲一个日本禅宗里非常感人的故事。几百年前，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梁宽禅师，他的一生极度简朴，独自住在一个山脚下破旧的茅草屋里。有一天深夜，一个小偷摸进他的茅棚，小偷在黑暗中东翻西找，却绝望地发现，这屋子里竟然连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，简直比脸还要干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梁宽禅师从外面化缘回来了，他刚好撞见了那个一脸错愕、不知所措的小偷。你猜禅师是怎么做的？他没有大声呼救，也没有生气，他反而觉得心里很抱歉。他心想，这个人一定是大老远跑来的，生活肯定很艰难，总不能让他大半夜的空手而归吧。于是梁宽禅师默默地脱下了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件破旧外衣，温和地递给小偷，轻声说：叶里良，这件衣服你披着带走吧。小偷彻底吓傻了，他一把抓起衣服，头也不回地逃进了黑夜里。茅棚里又恢复了宁静，梁宽禅师赤裸着上身，安静地坐在窗前。他抬起头，看着夜空中那轮皎洁明亮的满月，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真是可惜啊，真想把这美丽的明月也送给他。各位朋友，这是一个多么美丽又多么震撼的画面。在西藏生死书里提到，在我们呼吸停止的那一瞬间，我们的意识会经历一个非常奇妙的阶段，佛教称之为法性中阴。在那一刻，你这一生所有的记忆，你的身份地位，你的痛苦纠葛，你的骄傲自满，都会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去。然后你会看到一道无边无际、纯净透亮的光明。那道光不是什么外来的神明，也不是什么奇迹，那是你自心最深处的本性，也就是佛家常说的本自具足。它就像梁宽禅师窗外的那轮明月，一直都在，从未离开过你。可悲的是，绝大多数的人在那一刻会被这道巨大的光明给吓坏，他们会下意识地逃跑，想要拼命躲进自己熟悉的阴影里。为什么会逃跑呢？因为我们这辈子活得太复杂了，我们习惯了穿上各种各样华丽的衣服，习惯了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。当那个赤裸裸的、纯粹的真我突然出现在面前时，我们竟然认不出自己了。我们就像那个小偷，以为偷到了那件破衣服就拥有了财富，却错过了整片清澈的月光。很多人以为修行就是吃斋念佛，就是逃避现实，但其实真正的修行是在活着的时候提前练习如何去死，练习如何一层一层地脱下那些不属于你的外衣，卸下那些沉重的期待。这不是一种消极的逃避，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活法。当我们把所有的外衣都脱掉之后，我们还要面对人生中最后也是最艰难的一个考验，那就是对这个肉身的执着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们看着镜子里的白头发越来越多，看着脸上的皱纹一天天加深，我们开始感到恐慌。我们害怕生病，害怕去医院，害怕那些原本听话的器官开始一点一点地失去功能。这种对衰老和疾病的恐惧，
其实就是源于我们把这个身体当成了永恒不变的自己。在古代，有一位云游四方的僧人走到了一个村庄，天色渐晚，他敲开了一家客栈的门，希望能借宿一宿。客栈的老板看他一身破烂，就有些嫌弃地问他：和尚，这是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客栈，是我永远的家，你有钱付房租吗？僧人没有生气，反而微笑着反问老板：施主，你说这是你永远的家，那么我请问你，在你之前是谁住在这个客栈里？老板理所当然地回答：是我父亲啊。僧人又问：那你父亲之前呢？老板说：是我爷爷啊。僧人点点头，平静地说：你爷爷住了一阵子，走了；你父亲住了一阵子，也走了。现在轮到你住在里面，过几十年后，你也会离开，换成你的儿子住进来。僧人看着老板的眼睛，轻声说道：施主，这个地方明明就是一个迎来送往的旅店，大家都只是暂时在这里落脚而已，你怎么会误以为这就是你永远的家呢？这段对话像是一道闪电，瞬间照亮了我们对生命的盲区。我们的这个身体其实也就是灵魂暂时借住的一家客栈，我们在这个名为肉身的客栈里住了几十年，我们装修它，我们保养它，这都没有错。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，租约总有一天会到期。当客栈的墙壁开始斑驳脱落，当客栈的屋顶开始漏水，也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开始衰老生病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感到绝望，因为你只是这个客栈的房客，你不是客栈本身。当这栋房子已经残破不堪，无法再居住的时候，灵魂就会退房，搬向另一个更广阔的地方。如果你能带着这种借宿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身体，你就能坦然地接受岁月的痕迹。你会感恩这个身体陪伴你走过了那么多美丽的风景，但当离别的时刻到来，你也能优雅地挥手道别。我们刚才谈到了对身体的执着，对过去的悔恨，但其实，在现代社会里，还有一种像慢性毒药一样，每天都在悄悄吞噬我们内心平静的执念，那就是比较。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，只要你打开手机，你就会看到别人刚买的新车，别人刚搬进去的豪宅，别人拿了第1名的优秀孩子。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拿自己千疮百孔的真实生活，去和别人精心包装过的精彩瞬间做对比，对比到最后，我们越来越焦虑，觉得自己一事无成，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。这种因为比较而产生的自卑和痛苦，其实也是一种对假我的深深执着。在过去，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寺庙，寺庙里有一个刚出家不久的小和尚。这个小和尚非常勤奋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地、念经。可是他总觉得自己很笨，他看到师兄们轻而易举就能背诵长篇的经文，看到师叔们能够随口说出充满智慧的禅语，他心里充满了挫败感。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棵毫不起眼的杂草，生长在一片开满了奇花异草的庭院里。有一天，小和尚实在忍不住了，他跑到住持的房间，沮丧地问：师父，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，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平庸？我什么都比不上别人，我活着到底有什么价值呢？住持听了，没有马上回答他，而是带着他走到了寺庙的后院。后院里有一棵参天的大树，长得非常高大粗壮，而在大树的旁边长着一丛翠绿的竹子，显得非常纤细。住持指着大树和竹子，轻声问小和尚：你看这棵大树和这丛竹子，它们在这里一起生长了10几年，你有没有听过
竹子因为自己没有大树那么粗壮而感到自卑。你又有没有听过大树因为自己没有竹子那么柔软而感到痛苦？小和尚摇摇头说，从来没有。住持笑了笑说，这就对了。大树有大树的挺拔，竹子有竹子的韧性。春天来了，大树会发芽，风吹过来，竹子会随风摇摆，它们都在以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存在着。如果竹子非要逼着自己长成一棵大树，它不仅做不到，还会在这个过程中痛苦地折断自己。这番话让小和尚瞬间红了眼眶。我们每个人带着各自的因缘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，也有自己的生长节奏。佛家常说如是，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有它本来的样子。玫瑰有玫瑰的娇艳，百合有百合的清雅，没有哪一朵花会因为别人比自己红就忘记了开花。可是我们人呢？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，想要去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，想要去复制别人的成功。我们在别人的赛道上拼命奔跑，跑得气喘吁吁，却忘了问问自己，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目的地吗？放下比较的执念，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努力了，而是我们要把向外张望的目光收回到自己的身上。当你不再去羡慕别人手里拥有的东西，当你开始学会欣赏自己生命里的每一个微小进步，你会发现原来不再和别人计较是一件多么轻松、多么自在的事情。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，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，这就是对生命最大的慈悲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，无论是梁宽禅师的明月，还是客栈的隐喻，这些境界似乎都太高了。我们只是一介凡夫俗子，每天还要面对柴米油盐、工作房贷，怎么可能做到那么洒脱？其实，《金刚经》里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真正懂佛法的人就会知道，解脱这件事根本不需要等到死后，也不需要你抛家弃子跑到深山里去修行，它就在此地，就在此刻，就在你当下的一念之间。明白了这些道理，我们又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呢？在这个喧嚣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被各种焦虑裹挟。我们怕落后，怕没钱，怕老去，怕被遗忘。但只要你愿意，今天看完这个视频，你立刻就可以开始进行这5个微小的松开练习。第一个练习，5分钟的空杯呼吸法，每天给自己5分钟，哪怕是在下班后坐在车里的5分钟，或者睡前坐在床边，闭上眼睛，安静地听听自己的呼吸，去观察那个正在呼吸的身体，去观察脑海里那些像云朵一样起起伏伏的念头。不要去评判它们，只要看着它们飘过，然后问问自己，那个能观察到念头的觉知又是谁？那个觉知就是你的自信，它是你在这繁杂荒凉的世界里唯一可以永远依靠的避风港。第二个练习，面对情绪时的松手觉察。下次当你对某件往事感到愤怒，或是对某个人充满怨恨的时候，请你在心里想象那只抓着坚果的猴子，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又握紧了拳头？我是不是又在喝那杯苦涩的盐水？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瞬间，轻轻地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声，松开。当你放下怨恨的那一刻，那道纯净的光明其实就已经照进来了。第三个练习，睡前撕标签的自我对话。我们每天出门都要穿上各种身份的外衣，你是老板，是员工，是父亲母亲，是丈夫妻子。但是每天晚上睡觉前，请你在心里做一个脱衣服的动作，
把这些标签一张一张地撕下来，告诉自己，现在我不是任何人的谁，我只是我自己，我把一切交还给天地。当你主动尝试松开手的那一刻，你会发现，你感到的竟然不是预想中的恐惧，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轻盈。第4个练习，给自己设立一个情绪垃圾桶。在我们的大脑里，常常堆满了对未来的担忧和对过去的懊悔。请你在心里想象一个巨大的、有着沉重盖子的垃圾桶。当你发现自己又陷入了焦虑，又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深吸一口气，把这些负面的念头打包成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在心里把它扔进那个垃圾桶里，然后用力盖上盖子，告诉自己，今天的事情今天已经结束了，剩下的交给明天的我去处理。这种刻意的隔离能给你的心灵腾出极大的喘息空间。第5个练习，寻找混乱中的台风眼。我们都知道，台风的外围狂风暴雨，但在台风的最中心却是风平浪静的。在工作和生活中，当你遇到突如其来的危机，当所有人都在抱怨，在推卸责任的时候，请你试着让自己深呼吸3次，向内退一步，不要急着做出反应，不要跟着周围的能量一起旋转。你要让自己成为那个安静的台风眼。当你不再随波逐流，你就能在混乱中看到最清晰的解决方案。这就是佛家说的由定生慧。我们都是这世间的归人，而不是过客。不要把自己活成一个随时害怕失去的人，整天在阴影里站立，而要活成一个正在觉醒的人，在阳光下坦荡地行走。每一个当下的觉醒，都是在为最后的回归做准备。当你不再把死亡、把失去看作是一个绝望的句号，而是一个通往更广阔生命的逗号时，你的人生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。你会发现，你开始变得柔软，开始变得慈悲，因为你看到了，所有的众生都在同样的幻象中挣扎，都在同样的迷茫中徘徊。西藏生死书里那句最狠的话，其实是这世间最深情的提醒。它在催促你，不要再推迟你的生命，不要再说，等我有空了再去关心父母，不要再说，等我成功了再去寻找平静。因为无常和明天，谁也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敲门。带着这份觉醒，你依然会去认真的爱，去努力的工作，去品尝这世间的酸甜苦辣，但你的心里始终会有一块地方是安静的，是光明的，是任何世俗的力量都无法摧毁的。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风景，其实都只是为了让你认出回家的路。你所经历的所有痛苦，本质上都是在帮你剥掉那些不属于你的假面。最后，我想送给你一段话，请你现在轻轻地闭上眼睛，试着感受一下，人生的路很长，但回家的路其实很短。只要你肯回头，那道光一直就在那里等着你。他不曾嫌弃你的迟到，也不曾责备你的迷失，他只是静静地在那里散发着慈悲的温度。愿你在这段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心里能有一丝丝的松动，能感觉到那股从心底升起的宁静。那不是我的话语有多么动人，而是你内心的佛性，在那一刻与这千年的智慧产生了一次小小的共振。无论你现在正经历着什么，请记住，那都不是终点，那只是你回归光明的必经之路。如果你今天在这里感受到了那一丝温暖，请你在留言区留下一句你的善言，或者为你爱的人写下一句祈福。让我们把这份正向的磁场传递给更多在深夜里迷茫的灵魂。
因为每一个觉醒的灵魂都是这世间的一盏明灯。愿世界和平，愿众生安宁，愿你我在那道永恒的光明里都能找回那个最初最完美的自己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觉得这份平静对你有所帮助，非常诚挚地邀请你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。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需要温暖与力量的朋友。我们都是走在归途上的同行者，这条修心的路上，让我们互相陪伴，一起前行。感谢你的聆听，我们下次见。